赵家大郎素来以忠诚、厚道、仁义、血勇著称，如今竟然也做了篡臣，思之令人唏嘘啊！心里头不太舒坦。没什么不舒坦的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是他们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怕是我们都变了。天底下最悲哀的事，莫过于此。今南湖南皆以遣使汴京，称贺入贡。金陵李氏父子送去了10车珍珠宝贝，3个月以来，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，言辞悲曲。赵匡胤当世英雄，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，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。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，挥军南下，杀了南唐这只鸡，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。大王，奉表称臣之事，不宜再迟了。大王，善事中原大国，是祖训，亦是国策。当年在汴梁，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，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。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，赵家便是天家，于尊于亲，理当避讳。孤名字里的这个“弘”字，不宜再用。自今日起，更名前处。大王只说了要避讳，何时奉表，何时称臣，何时纳贡，却只字未提。此乃国之大事，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。王妃当见之。你还不去睡啊？你也没睡啊，还来管我？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，整日间神思不属的，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，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。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。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你是谁啊？你是钱家九郎。纵使已经做了10年的国主大王，官拜尚书令、天下兵马都元帅，那又如何？九郎就是九郎，热血、义气、侠义担当。但凡是他想不通、不认可的事儿，天王老子来说也没有用。吴越之地是中原大国，这是祖训，也是国策，这些都不假。但是有一条，须得我家九郎认他才是大。我只认你。李家又送了10车东西来。是啊，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了。照例此物加冕。臣奉诏。吴越亦然。陛下，
吴越并不曾。朕知道，赐南唐多少，便赐吴越多少。另赐国信。臣奉诏。召翰林学士。这封信，朕自己写。大王，这已是第8封国信，于情于理，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！大王，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，御笔亲书国信，大王当亲笔复之。孤不善文墨，回信就你们俩替孤写吧。晚间阅读太伤眼睛了。大宋翰林学士愿看印的。皇舍有人往来监视权贵府邸，见了藏本，阿弟前人腾而来的。困了，睡觉。传教，在。丞相府和通儒院，你就称臣表彰，准备贡品，以元帅府判官为贡使，出使京师。诺。李崇进谋反，是不认朕这个天子。朕当亲征扬州，让他再好好认识一下，何为天子之位。诏命前往，请吴越出兵润州，遥为牵制。告诉九郎，朕想他了，愿能会晤于江上。诸位相公，调遣兵将，出军马于润州，以应王师。大王，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。哎呀，孤身子不爽烈，此番不亲征了。臣参合吴越国王前出，因需意志，无人陈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臣殿中侍御史王晃。范相公，臣在。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？接州、福津。殿中御史王晃，初为监福津9税。吴越前王的忠义，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？辽遣都营校一案已查问明白，指挥副使程越贪没兵饷，盗卖军资，苛问士卒，以至于激起变乱，致河都对头以上官佐6死11伤。内都监属依刑律拟了问剿，为其祖父顾太师、张义军节度使程吉追随武肃王开国有功，宜酌情减免，为兹恩赐上出，孤没有恩免于他。让陆彦珠拿着先王那柄刀，将他拖到老太师墓前，砍了。是。启奏大王，安国义景军有急奏，七郎废王病重。
七哥，我在。七哥安心，有小弟在，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。阿平，大王，叫阿爹。自今日起，阿俊就是你亲弟弟，阿南就是你亲妹妹。臣，儿臣叩谢父王。阿平很好，有辱六伯父之风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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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！通如愿你教。臣奉教。孤的长子为质，聪慧守礼，读书有成，居长有范，着授内衙诸军都指挥使，判军粮营田氏。大王，臣奉教。来，父王，叫阿爹。阿爹，军粮、营田，皆关乎军国大政，儿不懂。九章学通了吗？粗通而已。那便够了。这是你们的长兄，阿平。阿南见过大郎兄，这是大郎兄，还不快行礼？阿俊见过大郎兄，见过阿妹、阿弟。些许心意，阿妹、阿弟莫嫌粗薄。阿南谢过大郎兄，阿俊谢过大郎兄。兄弟姊妹，要续长幼之序，更要续敦爱之礼。随着年纪长大了，各自生了丘壑，坏了家人情分，阿爹可是不依的。儿子谨遵阿爹教诲。女儿谨遵阿爹教诲。是。阿平，确实可怜。你即使想好了，日后却不能反悔，更切忌偏心。你这话确实说的有意思啊，是怕阿平如三哥般没了下场吗？阿兄有母亲，大哥有五伯父，各有倚仗。阿平却是什么也没有。懂了，你放宽心。我不是阿爹。公元964年即乾德2年11月，宋太祖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、图谋叛晋为由，前大将王全斌、刘光义统兵6万，分
分北东两路进讨。后蜀军顷刻溃败。次年正月，后蜀主孟昶出降，然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掠杀以降蜀兵近3万人。此等骇人报喜，历使蜀地民心背离，激起大规模兵变。消息传开江南诸国，震撼。宋之统一大业已为此蒙上阴影。孟氏举城而降，蜀地人心未服。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反，自称新国军节度使，蜀人多有响应。蜀地17州风声鹤唳，颇有动摇之势。王全斌，该死啊！陛下，大军在外，不宜处置秉捆之将帅。下诏申斥，夺其节钺，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。陛下，若不是他杀了那3万降卒，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？3万人呐，那可是3万条精壮的汉子，便是拉去垦荒，顷刻间也能垦出万顷良田。3、5年间，朝中可多出上百万户的粮米捐赋，更别说在这3万人的身后还有数十万的妇孺。孟氏依然降了，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呐。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，人丁户口颇有滋生，粮秣甲仗多有机灵，取益州之资财，充南中之军事，此乃朝廷的国策。可他王全斌倒好，一通大杀，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，杀的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，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，蜀地怕是没个30、50年缓不过这口气呀！朕只怕天下都定了。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，100年、200年，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。陛下息怒。他杀了3万人，以天下300年之大祸患。朕没有当即砍了他，已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了。兵交将汉，兵为将友，上下裹挟。此中唐以来200年之积弊，白马亦如是，兴教门亦如是。长安天子魏博压兵，5代以来鼎益之机莫不如此。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，积习难改而已，并非出于顺逆之心。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，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“积习难改”4字。子平以为呢？陛下，秋岁将至，正是取士之时。臣请旨开长科，以录天下文士，足国家全选之采用。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，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，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！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岂曰糊涂？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，文官却全要向科场中求取。国朝定鼎以来，每岁取长科进士不过1、20，制科便更少了。其搏杀之力，实不亚于陷阵搏命。诛心总比杀人强吧？
你父亲是世宗皇帝的股肱之臣，若不是他用谋划策，便不会有殿前司，也不会有朕这个都点检，自然也不会有点检为天子。臣不敢。你是不敢，但尔父未必不敢呐。尔父若在，可以治武臣，可以削藩镇。尔父若在，朕不得着此意。今遂取进士18名，余者沉沦下列，皆太职。朕年少时有幸在冯令公身边随侍着办，那个时候，冯令公与朕讲为将之道，取用了《韩非子》里的一句话，朕直至今日有铭记在心呐。故民主之力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务。回禀陛下，冯令公之言系万世之法。不过，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。何解？自中唐以来，受节度使以经节，委治地方，清民官大多出自幕府，再加上于今四海分崩，列国分据，国朝所辖县治不过600余，吏部所能出官者，实不足200。朕所知600余县，而今后蜀已定，那便是700余县。常科取进士，每岁不过10-20人，太少了，不足用。清民官还得用无数人呢，需缓缓图之。哎，这些诗文朕都看了，写得不错，可不会作诗，未必不会做事吧？常科取士，需酌情放宽一些。常科乃伦才之典，深言疏判，允德允贤，以诗赋取之，乃大唐之固典。吾得少才之辈，不得跻身其中，此天下法，虽人主，不得轻易之。方才卿言，沉沦下列者太之，那究竟太去了多少人？今遂与常科之士者，共计378人。取中18人，太去了360人，20取1，此非盛世之法。彼辈既伐财掠，焉可领土之民？唉，总比拎刀子的强些。薛子平之贡举，用典上稍差些，都要列为下等，就更不要提诗赋了。自古诗文无第一，边塞诗凭什么就要低太白一等？就是啊，一开口便错了。自冯令公以来，独推杜工部，什么要塞，什么太白，都是浮云。池中鱼鳖应相和，从此方知有主人。冯令公自家作诗，却也不学杜工部，偏生要为难我等。冯令公所言鱼鳖，骂的正是耳背。司马普，老兄赴常科应试有40年了吧？你这般懂得冯令公的诗，他老人家为相30年，也不见他取你做进士，做得一官半职。少年人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担，不能术数不知民情，诗文做得再好，也是废物。冯令公为何要取我做官呢？自是在无一众，确乎是个废物。700年前，司马氏做天子，40年而天下大乱，乃是废物。现在700年后，司马氏赴中科，40年不得中啊，亦是废物。这700年的废物，真的是前无古人，
后不追来者呀！哎，这次考得不成，我也只好回乡去喽。先生，我家主人相邀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尊驾是同是长科沦落人，先生请就坐。先生请。你不是举子，是兵子，何以见得呀？足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茧，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。再看足下，坐于街边14之内，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，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。你再看店家小厮，怯怯然而不敢近前，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，血腥味道太浓了。便是不曾得掌荆节，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，对不对？老先生长科不遂，对军中之事倒是熟稔得很啊。屡试不第，20年前曾入藩帅幕府为记事。哦，那既为幕职，为何不求藩帅荐个出身？他做了残民之贼，南下去避祸，老夫不曾追去。不知是哪位藩帅？黄甫辉。这位藩帅那可是能与当今天子临阵致师的猛将啊！那不也是个兵子出身的天子？兵子出身，便做不得天子吗？做得，太做得了。朱全忠是兵子，李天下是兵子，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不皆是兵子吗？前朝的世宗皇帝不是兵子，可惜呀，天不假年，最后还是换了位兵子上来。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，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。既如此，老丈为何又进京来赴长科呀？老夫长科出仕，求的是一州一县临民而治，无意做天子私人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老先生既求长科出仕，管阁也好，州县也罢，都是当今天子之臣，又有何意？我问你，冯令公又是谁家之臣？天下板荡，大道风起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圣道不存，奉一人者为鹰犬耳。当效冯令公，奉天下梨树而臣之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随我来。哎！